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楠，欢迎来到我的家。这是我老公的鞋柜。其实身为一个男人呢，鞋子还算挺多的，但是呢，他穿的最多的是哪双鞋呢？最史上最破烂的拖鞋。身为一个男艺人，而且呢是各种不同的活动啊。庆功宴啊，就是出镜率还是蛮高的，然后看已经旧成这个样子了，穿了好几年了，看这鞋底已经磨成这样，好像很可怜的样子。然后冬天就是基本上穿这么一双，他非常喜欢这双啊，然后上面那些鞋子呢，你看上去蛮新的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够不着。OK。欢迎来到呢我非常美美的玻璃柜，你看是不是很高贵啊？有各种的酒杯啊什么的。但是你们看在这里有很多有的没的，就是谁的呢？当然是我老公呢，在百老汇买回来的一些杯子啊。根本跟我的玻璃柜不搭嘛。那在我那么美美的一个玻璃柜里面呢，竟然可以看到祖蓝粉丝送给他的福禄寿。那虽然呢是非常有纪念价值，因为他拍了很多福禄寿系列的节目，但是应该摆在一个更好的柜子里嘛，不应该放在这里。最奇怪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指挥棒。为什么有个指挥棒？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呢，虽然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 musical Dance Visit， 但是你为什么会放在我的玻璃柜里面？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人，里面呢就只能放一些酒杯啊 ，you know， 就是高贵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 is out，OK？No。他真的很在乎这个玻璃柜。Yep。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厨房。然后呢，来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，经常买一些有的没的的厨具啦。但是我觉得最没有用的就是这个蛋糕刀，而且这个形状呢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什么方形啊，或者是椭圆形啊，或者是三角形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公仔的形状呢，就觉得你不可以切得就是很均匀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刀呢还是没有什么用的。但是我听说好像又出了一个新款的蛋糕刀，我把这个扔的话，他会再买一款新的，那我就惨了。好，我们来到这里了，就是我们的环保大使王祖蓝先生，他非常热爱环保，所以呢就买了很多厨余机，这已经是他第3部厨余机了，因为之前2部呢都不好用，而且坏掉。那这部厨余机呢，我觉得样子还蛮好看的，就让他留下了。没有想到一拆开也是坏的。然后我觉得王祖蓝先生在环保的路上太坎坷了，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不要再买厨余机了，换个路线吧 ，OK？ 接下来这一步呢，是祖蓝应该会恨死我的，如果我把它捐出去的话，因为他非常的有童真，他很喜欢在家里开 party， 而且呢，请大家吃雪糕，这是他买的第2部雪糕机。第1部呢是超大型的，就是有3个这个口的。那给我吐槽之后呢，他就把它部小一点的，但我觉得还是很占位置啊！你看我厨房啊，多么的有品味，多么的美，然后就突然之间有一部那么大的雪糕机，所以我还是要把这部雪糕机带到现场。I'm so sorry。啊？哦。祖蓝家里面这些神秘的物品呢，祖蓝都会很耐心的让他太太知道特别之处。那我现在也要让你知道一样东西的特别之处，就是我手上所拿的最亲爱的伏尔加所推出的灯泡膜。灯泡膜能够让暗沉皮肤变得亮白。伏尔加希望每个人都像小灯泡一样亮白通透的去面对整个花花世界。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呢，不止你的皮肤，连你的人生也跟着闪闪发光了呢。所以大家快来试一试吧。
我觉得整个影片当中，亚楠都处于濒临崩溃边缘。对，太多了。我可以体会你那个高雅的那个玻璃柜里面放那些。你非常坚持那个玻璃柜里面的东西。对啊，因为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布置整个屋子，然后玻璃柜也蛮贵的，然后就希望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贵一点的。所以里面的杯子都是还不错的杯子，就是有很多都人家送的，都是蛮好看的。那也不贵啊，人家送的。可是至少是配合那个品味的、啊，配合那个气质对，you know。然后就突然之间有这种杯子啊，这种什么棒啊，指挥棒啊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另外找一个柜子放你那些东西？没有柜子了。而且福禄寿放那儿真的很不搭哎。他想扔的，对但是我说就人家一个心意，我就不要这样吧。是，我觉得还是不完全不搭吧。你们觉得搭不搭？ No。那个百老汇的杯子也是杯子啊。不同风格。哎呦。对啊，就是等于说 fashion，you know。我不 know。你是要讲说百老汇对他来说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百老汇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我学这个的嘛，然后你是学百老汇的，学音乐剧的嘛。然后我是超喜欢，就是去百老汇看音乐剧。然后其实我已经没有其他特别大的娱乐，我就好喜欢一个就是音乐剧，一个就是京剧。这两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就是心情会好的，我看完之后，所以我不会买很贵的东西，但是看到这个啊，我就想到那部戏，我就很开心那种。哦。然后你们是不是有说你们 baby 是在看音乐剧的时候怀上的吗？对，还有他出生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演音乐剧的时候。他是 Broadway baby， 对。他是一个 Broadway baby， 对。他们俩刚刚一起做了一个动作，我实在也觉得蛮毛骨悚然的。Broadway baby，Broadway baby，Broadway baby。我觉得如果不是演艺界的同事的话，来我们家做客，然后你会很想揍他们。晚餐期间他们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一关上门我就大骂，大翻白眼。我跟大 S 一定会大讲特讲他们的坏话。哎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你们家了。Broadway baby。他们竟然还叫 Broadway baby。小朋友出现以后，你有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爸爸这件事情跟之前的人生非常不一样吗？也没有说非常不一样，就反而是很多小事情上面就感觉到了。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节目来拍节目了，然后我也会在节目后面化妆啊什么的，就肯定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问问他们是那个 baby 现在怎样啊之类的。你已经多久没有用手机帮你老婆拍照了？我之前也不拍啊。他从来没有拍过。不爱拍你老婆的人。我不爱。他不喜欢拍照。可是你太太有很多漂亮的照片放在网络上，她自拍，然后就逼她，哎，我们一起来吧。对，可是你却愿意用手机拍你的 baby。有一些他的第一次，或者是他有时候他不在，比如说他去工作，我就拍 baby 给他看，或者是多拍 baby 给岳父岳母看。所以也不是那种猛拍的那种。不是，功能性的都是。功能性的。可是打电话回家去，以前会先问太太怎么样，现在会先问 baby 怎么样。对，以前就是他会赶凌晨的第一班航班飞回来，就是跟我睡一会儿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又飞去哪里工作了。就是好 sweet 的。现在就是赶着回家要见宝宝。他会不会就是跑去跟宝宝睡，然后不跟你睡？他就是跑去拍宝宝，看到他睡觉的样子，然后很 sweet 的样子，之后就跑去客房睡了。还是去客房啊？所以你现在世界的第一名就是宝宝，第二名是客房。哎，亚楠没有经历过生完小孩以后心情不好的阶段吗？其实呢，生完小孩就是一直那个荷尔蒙会有点起伏嘛，是很正常的。所以我也身边有很多妈妈朋友啦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就是希望我的爸爸妈妈啦，还有那个月嫂啊，还有我呢，就尽量不要一起
在我刚刚生完孩子，那个心情有波动的时候在一起。因为听好多朋友说，因为身边的好多人生了嘛，好多人就说月嫂跟爸爸妈妈是会有冲突的，所以我们尽量避免。但是看见爸爸妈妈眼神看着宝宝，很不舍得，就是那种不舍得不想离开。对，很不舍得离开。那你看上去他就是很温柔，就什么都无所谓。但是他这一点我是蛮佩服他的，他就很坚持说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坚持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真的好，所以稍微要安排一下咯。就比如说，他生之前几个月就让爸爸妈妈来，然后生了之后呢，1个礼拜不够，就让他们，比如说你们回去北美休息吧。如果月嫂只来3个月，那月嫂走了，那他又没有人在他身边，那不如你带月嫂走了之后你再过来，那他就长时间都有人去照顾这样子。所以都分配好了。对对，听起来王祖蓝自己都不在啊。为什么分配中间没有你啊？因为刚好他生之前，我就是刚刚庆功宴那个舞台剧。哦，他还为了，你知道，太太还为了先生要再提早剖腹哎。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在演舞台剧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的预产期，就是他可能在台上面唱歌的时候，你老婆生了，然后怎么呢？怎么样呢？会唱快一点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还是让我老公安心的唱好他的舞台剧，然后就提早剖腹产吧。其实如果真的退的话是可以退的，所以我就问他，你真的确定吗？那结果他就说 OK， 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时间，在我现场演出之前，我们就把他生了。他为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，然后坐月子的时候，你竟然不去看他？我不是看他呀，我的肺啊！就是那一天没有看我。baby 诞生的时候，你在产房里吗？在。你有握住他的手吗？因为不敢。没有，我是说握住太太的手。他呀。对啊，哇，可恐怖了那天。他第一天对，因为我是很怕看血，很怕看血，他会晕倒。然后医生说准备好了，然后我就随便冲，我说快点，就不小心冲到他要开刀那边，我本来是想冲到头的那边，然后就吓死了，不行，那个气氛是很好的，然后他就播着那个。张学友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，每过一天，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，就是这样子。是直到听到婴儿的哭声那一刹那，对，然后有立刻拿到你旁边，婴儿拿到他旁边，但是我都不敢碰，都是他。太软了。对，好像太脆弱。太脆弱，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做舞台剧，因为他很 emotional， 就是可能第一次做爸爸，他会抱着的时候会哭。但是一哭呢，就对那个声音不好了，对嗓子不好，嗓子不好了，我怕我就不能唱了。对，然后为什么会有张学友的歌呢？那个医生就放一些想要让产妇比较轻松啊，就是 relax 对，轻松。但好奇怪，但是又听到剪刀的声音，那剪刀就这个那种吗？剪刀感觉就是你一边听到张学友。一边听到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广东那种剪那种牛杂。他真的很喜欢做声音。对。我们有东西在富尔家花花柜里面，我们麻烦航宇。好的，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。哦 no！ 来把那最上面那个怪东西拿过来。怪蛋糕好用啊，这个完全值得拿来从事慈善公益啊！这真的很可恶哎。对，它是规定你只能切出这个形状的蛋糕吗？是的，但是你可以稍微把它弄宽一点点，或者弄窄一点点，那就形状有一点点不同。可是你用刀这样切，你就爱多大就是。那这个真的很方便的，不方便，很方便的，完全不方便，而且洗起来，你看这缝很难洗到哎。而且你这个如果碰到凤梨酥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你没有发现平时切蛋糕的很难切吗？又用叉子，又用刀什么的，这样毫无道理。而且有些客人会要求大一点或是小一点，你这个就只能就是。那给他2件哦。算了，它就是不合理就对了。不行。哎，我搞不懂为什么你买的厨余机那么容易坏啊？第一个，我想要那种厨余机是它可以变肥料的，结果它只是干燥。
它烘干之后呢，我就用来种菜嘛。后来种菜呢，它湿了，那老鼠就闻到，然后就翻那个泥，然后后来家里就有老鼠了。所以我就把它，我就没有要了。然后后来第二个呢，就可以变成一个沼气，是吧？哦，沼气。沼气借燃气这种，就变成可以生火啊。我以为就很环保嘛，结果老鼠又闻到，老鼠就把它咬穿，结果我的平台都是那种垃圾的味道。然后后来刚好装修，就让装修的工友都帮我把它拆，不小心一拆，嘣，因为里面有沼气嘛，爆炸，就整个平台都是那种，就是腐鱼的臭气，对，腐烂的味道，真的很难闻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坏掉的那个。对啊，我从美国买回来，一买回来就坏了。还没用吗？还没用啊，一开箱就坏了。要环保就这么难吗？所以你这么在乎厨余机哦？我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环保，就比如说我就不用那些保鲜纸啊，就我们家里冰箱里面都是一个盒自己带的。然后那个冰淇淋机真的是为了 party 买的吗？真的为了 party 买的啊？真的有办法成功做出来冰淇淋吗？哇，好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排队了。比如说我开一个40人的 party，4个人都在排队。你开40人的 party， 不止40人 ，sorry， 有时候开80个人，他庆功宴。80人是你在张罗吗？我就是每个人要服务一下，喝什么？喝水吗？怎么样？最近好吗？然后他就说一声，而且要洗机器是最麻烦的。谁要洗？就是他们 party 完了之后，我要晚上洗啊，然后你洗？没。我还有那个阿姨会一起帮手洗，对。我以前还有个大的3个口的，对。那现在可以要求巧克力冰淇淋或者是牛奶冰淇淋。对，还有对 twist 的都可以。那现在因为有宝宝了，就把大的那个拿走了，就放这样一个小的。然后你在 party 里面供应冰淇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特别开心啊，因为大人也好啊，吃冰淇淋就变小朋友了，特别心情也特别好。小朋友来到玩这个也觉得很好玩啊。是，可是你太太就会觉得很麻烦啊，就是麻烦，而且那么大一个 machine 在我的厨房里面。那真的好玩啊，好开心啊。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一般。真的吗？你老婆不开心啊？你是视觉觉得不好，还是洗的时候觉得不好？视觉还有洗都很麻烦啊，而且 party 不吃冰淇淋也不会怎样啊。在家里可以吃到旅行的那种软冰淇淋，多开心啊！那我去旅行干什么呢？就家里就可以，带家里就可以了。他们终于开始这样嘞，总算有一点夫妻的样子。亚楠的人性出来了，你有温度了，你刚刚到了60度，太棒了。Oh, excuse me。接下来要看的是祖蓝兄拍着他太太的东西。看我的啊！欢迎来到我的家，还有让我吐槽一下我老婆。我老婆没有什么好吐槽的，她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。她没怎么买包啊，什么 LV 啊什么的，但是她喜欢的什么呢？她喜欢买 LC 啊什么的那些锅。你看一下啊，她有一个就是管理房子的哲学，就是在家里呢，一进门的时候什么都不要看得见，你才觉得我想回家。OK， 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很干净？好干净，好干净。然后打开你看一下啊。他不喜欢买包，但是他最喜欢是什么呢？买锅。还有，你别以为这样就没有。啊，这个不是锅啊！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吗？不止，跟我来吧，跟我来。锅，哪藏到底下还有锅地方，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陪葬品，明白吗？不是假哦。他买回来以后呢，他发现呢，就是这个锅呢，
比汤更重，它拿起来都好难，所以结果呢，它就没有用。嗨，好久不见哦。那个锅真的很重，哦，最近怎么样？要做给40个人吃之类的。对它干嘛呢？浓缩就是精华，对不对？请看一下我们这个一帽肩膀，这边我的 ，OK， 这里就是他的，也不算很过分吧？不算过分。衣服是他的，镜子是他的，这个有密码锁的保险柜也是他的，就是告诉我这里都是他的私房钱了。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得到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没有密码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它上面有一个指纹锁，也没有我的指纹的。有一天他手指脱皮了，他的指纹开不了这个，他也忘了密码，他又脱皮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换了一个新锁了，整个门爆开了。但是换了一个新锁，还是没有我的密码，还有指纹，你看，开不了的，我开不了的，我开不了的。私房钱。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，你看，都是这些消毒的东西，然后排的都蛮不错。但是下面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哇，他的童年回忆啊！你看，小时候有玩过这个吧？你有玩过的话，大概你也年纪不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呢，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去旅行的时候，在一个二手货的店，然后呢就有人卖这些嘛，然后香港人都好难找嘛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我童年回忆哦，我拿回家之后我可以玩哦，也可以经常去玩啊什么的。然后买回来之后，没有一天玩过，应该有人想玩吧，挺好玩的。这个就是我跟亚楠的婚照，这个照片也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有意思，把我们两个的关系这好厉害哦，感觉啊、爱情啊、人生啊，所有事情就放在这个照片里面。这个照片是我最喜欢的，但是在这个家里呢，有很多照片我都不喜欢。哇，太浪漫了！这个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照片呢，把我拍得那么帅，把它拍得那么美，然后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。但是，请看一下，这个浪漫的照片是随便放地下的啊。OK， 还有你看一下这个照片的相框已经锈了，脱毛了，就15年到现在。他都没找到地方放这个照片，然后他一直说，我每天睡之前也要看一下哦，这个照片不能换，好有纪念价值哦。但是有纪念价值也可以干净一点吧，也可以没有细菌吧，也可以不用发毛吧，对不对？你想再换一个之前，麻烦你找到一个地方把它放好 ，OK？脚踏车那张结婚照很棒，拍得很棒。拍得很好哦。对啊，很美啊，很帅啊。所以他超喜欢的。对啊，这个是贴在墙壁上的。对，整个挂在，成为了家里的景点了。就是客人都会去你这边拍照嘛。对。当初就决定要把结婚照放那么大放在家里啊。对啊，我决定的。对，因为他看一个韩剧。然后全智贤好像就在一个墙上面，很大的全智贤在墙上面，然后灵感是来自全智贤。所以你当时有抗拒吗？我觉得也 OK 的，对吗？对，所以跟冰淇淋的作用一样，功能一样啊，来着就开心啊。为了服务大家的，客人会开心。还有真的拍的挺美，放墙上真的不错这个。但是那一幅也是很浪漫啊。是浪漫，但是
我觉得就是要放好。你是希望它挂起来是不是？对啊，其实可以很随意，我看很多国外人他们的照片都是放在地上啦，就很随意的你。讲的没错，我很喜欢对把画随意的放在地上，对靠着墙，呀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那种。真的吗对，不用就是一定要放在哪里挂起来在哪里反而会变得有点俗气。嗯，所以这个照片就互相的观感不一样。嗯然后锅子，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锅子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哎，是吧？是吧？就一个炒的，一个炖的，但是我也为了服务他的朋友，有时候我煮的最多是20几个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。 20几个人一桌菜是你煮的，都是他一做桌菜，然后真的是有那么多锅，如果你那么爱开 party，然后他真的有做菜的话，那你就没办法抱怨了。对，是你的朋友，我有服务，然后你把我的锅扔掉，什么意思？ 20几个人，每人一个锅吗？他要做很多菜啊，有一些我都没见过，你用过啊？我有用过有一，些忘了。是吗？有些是看起来没有用过，全新是吗的样子。那个最大型的那个你有用吗？哦，那个就用了几次。太重了。其实我有点冤枉，因为我本来打算买32寸的锅，他叫我买36寸的锅，因为他说啊，你买大一点无所谓啊，我反正汤你煲多少汤我都会全部喝掉。我以为他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重，所以不抬回家嘛。我说无所谓啊，我们还有位置啊，我们应该还够的啊。所以是你鼓励他买的哦。他鼓励我没有没有，买的。我是鼓励他，但是鼓励他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。那个装潢的风格，他喜欢通通都藏起来看不到，是的，这个是的他喜 OK 欢吗？就现在真的不敢买太多的东西，就是如果他不是这个要求的话，我就可能买多一些手办啊、玩具啊什么的，买了再算吧。是。但现在这样子就真的有一点不敢买。可是你们俩都是洁癖吗？他洁癖，我比较我没有洁癖洁癖啊。可是你不是说他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床？他一定要洗完澡，然后对一定要我洗完也要澡。洗澡。比如说已经洗过一次澡了，你出去一下几个小时回来，你又要再洗一次。他觉得你出去过了，你就是有细菌的了，你就是不干净的了。是他这样讲的。他觉得我这样，但是他是双重标准呢。如果他自己，比如说他太困了，他不洗头，比如说他这样子已经 set 好他的头发，做好他的头发等等，他觉得我就不想洗啊，很麻烦了。他睡了，他又不觉得他有细菌呢。没有，我说那因为什么我有你没有呢？头只是那么一小部分，但是那我你下面那么大部分都是菌，我哪有你大？然后我就是这里是菌。所以他叫你洗，你就要洗吗？那就要哦，难怪你。你睡客房。那所以为什么我去客房啊？我有因为有的时候你你会不会累到不想洗澡？真的不想洗澡，因为我睡在床上面，他又不喜欢，对那我就不能睡在床上啊，我又只能睡沙发呀。那我就是细菌吧，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是对的，睡合理客房吗？合理对合理合理。我改了很多了，就是说你就睡在我的床的那一边，就不要过来，就可改了以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改了很多。就改很多了。还有，真的，他觉得我很脏的时候，我是不能睡在被子里面，我只能睡在被子上面。那如果冬天很冷怎么办？再随便拿一点东西改。好啊，去睡客房好了。但是这个他自己坚持，如果他觉得脏的话，他睡也是睡在被子上面。被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大家都不进去？我都不知道。你们俩何苦这样整自己啊？就是干净啊，而且你的脸会放在那个床上面，你就会这样子睡嘛，然后那个菌都吸进去了，不好。后来我发现，真的是因为岳父岳母的遗传，岳父岳母是这样。 OK，就比如说去了一个新的酒店，哪怕是，我觉得有多干净，他也会用酒精从头到尾擦一遍。天哪！所以每一次一去，我头2个小时我都不安排节目啊，他们自己先擦一遍啊，很勤劳为他们。然后他一出来就，我们准备好可以出去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老婆没有这样吧？他没那我比他好么很多对，可是要睡酒店里头的被子跟枕头可以吗？最好就是自己带，他会自己备我会自己带。自己带枕头跟棉被，他真的自己带枕头、被对子，洗澡的时候用的毛巾呢？洗头的毛巾自己带。他反正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就这样很重要，下面就不重要我。听出来了，好像头部最重要。
好像你应该戴一个什么呼吸的面具，这样面罩这样你戴那个躺那个枕头应该就比较没有。对你好像很怕吸到细菌的感觉。对对，或者有时候就戴口罩算了，真的太累的话。我们2个如果有一个人病的话，我们2个都戴口罩睡觉。我说如果我病了，你不想我睡客房，我跟你一起睡，我又不想传染你，那我们2个就一起戴着口罩睡。这个还蛮奇怪的。真的吗？他可能真的没怎么传染到啊，所以你们俩很少生病是不是？少一点点，因为现在我们打疫苗什么的嘛。没有感冒，可是可能别的方面有病啊，就是不是生病。好，我们刚刚看了影片之后呢，伏尔加花花柜有东西要等我们看喽，麻烦航宇。好，让我们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哎，游戏机也来了吗？游戏机，游戏机耶，对啊，我没有放在你的柜子里，是我的柜子里啊。那你不用啊，没有用啊。可是魔术方块很好玩哎。对，童年回忆。但没有真的玩啊。那就像我喜欢那个冰淇淋机的感觉啊。那个很大台哎。那我也觉啊得这个小台，这个只有那么小，这看不顺眼。那真的是童年回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你买回来又小时候不玩，那就无所谓吧。对你既然不玩的话，就我也很难帮你说话哎。对不对？如果不玩的话，你知道刚刚影片当中，祖安表情最痛苦的一段是保险柜吧？所以上次忘掉密码的时候是把门爆开来吗？是啊，因为那个锁根本打不开啊。可是有多少东西要放保险柜啊？为什么要那么大一个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知道里面放什么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不知道啊，他不知道的。所以里面是你的秘密。100台游戏机吧。结婚戒指。哦。对他跟他求婚的时候你们给了我结婚戒指是这么大颗吗？怎么可能用那么大一个保险柜？那里面可以站一个人呢。藏了一个人了，原来。你干嘛不给你先生的密码？我就觉得他的钱就他自己管嘛，然后我的钱我自己管嘛。我的钱现在都是你的。对，然后就身为一个女人，需要一个小小的部分，就是有一些秘密真的属于我自己的，就是小天地没人看过的。你先生真的没有看过里面的东西？有一些我真的没看过，有很多东西都没看过啊，我没有打开来我哇，真的没看过。没有啊。你会不会被人家骗了，买了什么你以为很值钱的东西放在里面？可能有一些那个 coupon， 什么那给我拿出来用啊！美容院 coupon 啊 coupon 你也放在里面，我就会打开来拿出来用啊。那为什么要放保险丝？这么麻烦。就是有些就是 coupon， 我怕他会骂我，因为我经常给人家骗，然后就买了一些什么洗车的那些 coupon。祖安真的常常骂他，是不是？嗯。他被骂到吓到把 coupon 藏在保险箱里。其实可能有时候是我不能对着那个人骂，就不小心就发泄出来了。就其实我应该骂那个你干嘛去骗他？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被你念过以后，他就很害怕，就把别的上当的东西都锁到保险箱里面去啊。我想大概已经都过期了吧？有一些应该过期，那就算了吧。算了吧，留着纪念，提醒一下自己还是好的。对，每次打开的时候不会被骗了，下一次。今天拿来的这几个锅子，你 OK 吗？我觉得那个大的锅子可以捐，我觉得那个玻璃的锅，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那张结婚照来了耶！是要捐出去吗？那个结婚照？结婚照我不要了。但是我觉得你要不要换一个，就起码你换一个不锈的相框，或者是还有，其实那个婚照其实里面已经浮起来了，因为里面我感觉已经发毛了。那就再洗一张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再打印一张就好了。现在那么方便，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？除非你会帮我再复制一个。是可以复制，不是那就无所谓了，只要就是这个样子，差不多就对不对？哦，但也不要差太远，就是这种感觉 ，OK？ 然后那框就差不多跟这个一样。对啊，应该也差不多呀。那这样可以捐了吗？对，他如果会复制一个，我就可以捐。哦，那也 OK。
他们两个人有互相配合，就是迁就对方。对这个是婚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会不会使得他们的温度继续增加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温度计。哦95分。好高哦，好温暖呐。呀，给了很多夫妻一些启发吧。你知道他为了生 baby 有完全戒掉红酒哦。对我很喜欢喝红酒，还有咖啡，然后就怀孕的时候就要完全的戒掉。徐熙娣，我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喝啊。看着我，医生说1、2杯 OK，一口2口 OK。真的吗？而且我3个女儿，你看多好啊！真的。对啊，也没怎样。所以不用真的完全戒。不用，但是当然不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狂喝啊。那你有像她一样会跟婆婆相处吗？我非常会跟婆婆相处，哦，我自己也不花钱在我自己身上，可是只要是我婆婆生日，我就买就是珠宝啊，然后包包啊，然后带她去旅游啊，带她吃好吃的餐厅，这是我很乐意花钱在她身上。所以你认为，如果亚楠要跟你比赛，她并没有赢你很多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们拍拖的时候，我也买各种的包包啊。你买过几个包包给你婆婆2个吧。输了。我大概20几个吧，才2个而已。那还有其他东西啦，有围巾啊。围巾。你有买过戒指给你婆婆吗？再说下去，我还是各种输。对不起，我要平衡一下大家的视听，就是请不要以花钱的程度来决定你有多取悦你的婆婆，就是表达关心重要过一切，千万不要把物质的东西当成是唯一的跟亲人相处的方法。